前几天我路过家附近的一个理发店，看见店门口贴了张通知，说店要倒闭了。上个月我还在这充了1000块钱。这家店我以前常来，老板人还不错，就是有点死心眼儿。之前每次让他稍微剪一下，他就真的稍微剪一下。有次我终于忍不住跟他说，如果以后我说稍微俩字时，麻烦你下手再狠点。现在好不容易下手够狠了，店竟然要倒闭了，赶紧进门问老板我会员卡里的1000块钱咋办？老板说已经把所有会员转到朋友理发店了，让我以后去他朋友理发店里剪。拿手机搜了下，他朋友的店离我家有10公里，那我肯定不干。老板说我现在确实没办法把钱退你，不然我帮你染个头发，你这大脑袋染一次也差不多1000块钱。我心想也行，但我之前没染过头发，也不知道好不好看。老板说你放心，我保证你染了之后心态都会变得不一样。于是我决定染头发。老板拿了一个东西让我选一下想染什么颜色，看了半天，我说我感觉不到染完之后是什么样子。于是老板又拿了一本画册，里边有很多发型各异的花样美男。考虑了半天，我选了蓝色，因为孩子喜欢蓝色。于是我问老板能不能染比这个颜色稍微深一点的蓝色。老板说没问题，然后拿了一款染发膏，问我要不要尝试一下这款，说里边含有无毒无害的荧光物质，染完之后头发特亮，即使到了晚上也很亮。我说你看着办就行。于是我坐在镜子前准备人生中第一次染发。不知不觉我睡着了，睡梦中我被老板叫醒，说染完了让我去洗个头，洗完回来吹干。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惊出一身冷汗。我说老板，你给我染的这个头发也太蓝了吧。老板说你不是要比照片上稍微蓝一点吗？我说你看看，这是稍微蓝一点吗？比机器猫还蓝。老板说没事，回去多洗几次颜色就浅了。没办法，也只能这样了。但我感觉很不爽。我说老板，你把你的吹风机送我吧，就当弥补一下。老板说不行，店里东西都答应给朋友了。我说我都被你染成阿凡达了，你总该送点东西安慰我一下吧。老板想了想说，有个东西倒是可以送你，就是不知道你要不要。回到家后，老婆看到我也震惊了。我跟他解释了事情的前因后果，他哭笑不得。老婆说你染个这么奇葩的头发也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把人家理发店的灯拿回来？我说毕竟我是被强迫染的头发，把灯卖了还能稍微挽回一些损失。于是当天晚上我把这个理发店的灯挂在二手网站上卖。显然孩子也并不喜欢这个发型，我花了一晚上时间，终于让孩子接受他有一个杀马特父亲。没想到晚上睡觉时，全家人再次震惊了。理发店老板说我这个头发晚上看起来也会很亮，但其实根本就是夜光的。我心里很憋屈，本来长得就丑，又染了这么丑的头发，而且还丑得发光。第二天，当我怒气冲冲地赶到理发店时，店已经拆得差不多了。老板说的果然没错，染完头发后，整个人心态确实不一样了。走在路上非常的不自信，总觉得有人在看我，而且还莫名的怕黑。同时，这个夜光发型给我带来很大困扰。晚上我得陪孩子睡觉，但很明显孩子在我的照耀下根本睡不着。上网搜了一下，这种染发剂里有种荧光物质，白天吸光，到了晚上就会发光，而且持续发光2到3个小时。所以那几天我只能躲在阳台，等头发熄灭之后再回屋睡觉。网上有人说用醋洗头可以去掉发光效果，我试了一下，不仅没用，头发上还有一股醋味。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对面楼邻居给我发来信息，说他昨晚看到我家里有不干净的东西，可能是鬼火，让我小心一点。我赶紧跟他解释了一下，没想到邻居竟然给出了一个很专业的解决方案。他让我用大蒜洗头，因为大蒜里有种东西叫做大蒜素，可以去掉这种荧光物质。我说太感谢了，你是化学老师吧？他说不是，我是兽医。兽医说的，不知道靠不靠谱，不过试一下没啥损失。这时手机弹出了一个通知，有人想买我的灯，但对方提出能不能用他的车来换。我一看是辆自行车，心想当然换，傻子才不换。正好没有自行车，每天骑车还能锻炼身体。交易的地方离我不远，我抱着灯就过去了。然而见了面才知道，对方的车是一辆3轮自行车。我默默跨上这辆3轮车，缓慢在人群中前行。街边的路灯亮了，我的头发也亮了。北京的天很冷，而我的心更冷。回家后，我按照兽医的说法，把大蒜剁碎，然后均匀地抹在头上，30分钟后洗掉、吹干，然后关灯试效果。也不能说完全没效果，头发确实不发蓝光了，改为发绿光。所以我需要提醒大家，如果有一天你在北京街头看到一位蓝发男子（括弧晚上绿色）蹬着一辆3轮车，请一定要离他远一点，因为他的头上有腊八蒜的味道。